打算去栖霞寺的事情，萧初然并没有告诉叶晨，也没有告诉爸妈。他觉得这种为家人祈福的事情，默默做就可以，没必要大张旗鼓的宣传。翌日一早，马兰和萧长坤都没起床，他便驱车出门，前往栖霞寺。腊月的天气寒冷，天短夜长，出门时天色也只是刚刚有些放亮。此时的栖霞寺，一些虔诚的香客已经等在门口。最近临近年底，每天都有人来栖霞寺抢头炷香。不过他们并不知道，今日大名鼎鼎的景清法师再次回到栖霞寺。景清法师此刻正在无量殿的殿后厢房，厢房清冷，他便在卧榻之上盘腿而坐，一边默默诵经，一边运转体内灵气，这让他仅穿着一层薄薄的僧袍，却感觉温暖如春。今日无量殿闭殿，栖霞寺的僧人自无量殿前的庭院开始，便设了封路的阻隔，还挂上了今日闭殿的牌子。随后，所有僧人退至院外，默默守护。唐四海与孙姐一路踩着满是晨露的青石路来到无量殿的庭院外，对几位僧人说：“稍后2位女施主进来之前，记得把这些招牌先撤掉，等他们进去之后再摆出来。”“好的，施主。”这几位僧人恭敬地点了点头，双手合十，微微躬身。他们都是景清法师的最亲近的弟子，虽然不知孙姐什么身份，但知道自家师父见到她一向非常尊敬，所以他们对孙姐也都恭敬有加。孙姐和唐四海一起走进无量殿，景清法师察觉到2人，已经早早出来迎接。景清，孙姐见他出来，微笑招呼一声。景清同样还以微笑，双手合十。孙姐好，唐先生好。唐四海赶紧也双手合十，微微作揖，说：“景清法师您好。”景清笑着说：“唐先生就不必叫我什么法师了，在您面前我是晚辈。”景清虽然佛缘很强，悟性很高，但对安承熙感恩无比，觉得自己追随安承熙比较晚，在唐四海面前自然就是晚辈了。孙姐也对唐四海说：“我一向把景清当成自家孩子看待，四海你也不用太过拘礼。”唐四海轻轻点头。孙姐这才对景清说道：“景清，萧姑娘已经出门往栖霞寺来了，我让四海在后殿等候，待时机合适，你便引出话题，告诉萧姑娘有人想见她，不过要注意不要吓到她。”景清点点头，双手依旧合十，微笑道：“孙姐放心，我会注意。”孙姐有些紧张，感叹道：“哎呀，很久没有像此刻这般忐忑了。你2人一定要注意态度、措辞。此事会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萧姑娘接受我们的建议，默默离开少爷；一种是她出了这道门，便立刻打电话给少爷求证。如果是前者，我们3人这次任务便算是圆满完成；若是后者，那便是彻底失败。少爷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我们问个究竟。”顿了顿，孙姐又道：“而我们3人，一来是抵挡不了少爷的神通，心里所想、脑中所知，恐怕都将被少爷得知；二来是不可透露有关夫人的任何讯息。所以此次若是失败，我们就只能离开华夏，前往夫人在海外安排的藏身之所。在夫人没有与少爷相见之前，不可再踏上华夏土地，明白了吗？”2人毫不犹豫地重重点头。唐四海对这一切已经轻车熟路了。上次他从叶家溜走，便立刻乘船前往大溪地，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岛屿上生活，就是怕被叶晨找到下落。届时叶晨只需动用点点灵气，便能让他说出一切隐情。景清虽第一次知道这种可能，但依旧面色坚定地说：“孙姐放心，我虽已皈依佛门，但夫人的命令高于一切。若是失败，届时我便人间蒸发，此生不再用景清的法号。”孙姐欣慰地点了点头，表情严肃地说：“我们3人都承蒙先生与夫人的恩德，这些年追随夫人，也深知夫人面对破清会的艰险困苦。万幸是少爷已有真龙之身，铲除破清会不再遥不可及。可少爷虽早就破了龙困浅滩之局，却始终对这浅潭难以割舍。
能否打破他最后的桎梏与枷锁，就看我们了。说完，他看向唐四海，又说，主要是看你的了，四海。唐四海神情一凛，眼含热泪，哽咽道，孙姐放心，我便是今日在萧姑娘面前一头撞死，以死明志，以死相求，也一定要让她答应。孙姐骂道，这是什么混账想法？夫人交代过，要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不可威逼利诱，道德绑架，这样将来夫人在面对少爷时也能问心无愧。唐四海重重点头，好的，孙姐，是我欠考虑，有些梦浪了。孙姐无奈地摇头笑笑，叮嘱他，今日的担子大半压在你肩上，你只需用事实和真诚说服萧姑娘即可。我相信以她的人品，应该会从大局出发的。7点刚过，萧初然已经把车停在了栖霞寺外的停车场。孙萌萌早就到了，她认出了萧初然的车，迎着车跑过来，招手喊道，萧总。萧初然把车停好，下车问他，你什么时候到的呀？我正准备发微信问你，刚到一会儿。孙萌萌笑嘻嘻地应了一句，说，萧总咱们得快一点，好多人都进去了。萧初然好奇地问道，也不是逢年过节，一大早还有这么多人来栖霞寺啊？孙萌萌笑着说，当然了，栖霞寺香火一直很旺，要是逢年过节，很多人彻夜排队，就为了早点进去上香。萧初然点点头，说，咱们是什么安排？景清法师这么出名，见他应该也要排队吧？孙萌萌神秘兮兮地说，景清法师有个特点，一切看缘分，栖霞寺这么大，谁都不知道景清法师在哪里，但如果有缘，会有人给我们指引的。啊，萧初然惊讶地问，这么神秘吗？要是见不到，岂不就白来了？孙萌萌笑道，所以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佛缘啊。佛缘到了，佛才会保佑我们。说罢，他热情地挎着萧初然的胳膊，微笑道，走吧，萧总，我觉得你人美心善，佛缘肯定很好的，我今天就要沾你的光了。萧初然无奈笑道，我还想沾你的光呢。好了，走吧，说不定咱俩都有佛缘。